不敢说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丧尸剧，没有之一。看过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在和生活对线了。瑞克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男主，从正义凛然的警察一步步蜕变成末世杀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。我们今天继续讲《行尸走肉》第2期。上集我们说到，瑞克被丧尸围困在坦克里，就在他思考该怎么逃出去的时候，坦克内的无线电传出了声音。Dumbass. Yeah, you in the tank. Cozy in there? 瑞克意识到，或许外面的人有办法让他逃出去。他马上拿起了对讲机，开始回话，请求男人一定要帮他。里面的人却说：“你真该从我的角度来看看你的处境，保准你会被吓瘫掉。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如果从外面看瑞克此时的处境，他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。男人接着说：“在坦克右手边的街上没那么多丧尸，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跑过去50码处有一条小路，我在那里接应你，你或许还有机会。”瑞克听完也不磨蹭，士兵身上的手枪还有15发子弹，而且还找到了一颗手雷，顺势还拿到了一把工兵铲。说干就干，瑞克深深吸了几口气，一鼓作气打开了盖子。坦克上面还有一个丧尸，瑞克一铲子就接过了他，然后朝着街道跳下去。这一下牵动着他的伤势，但现在也只有咬牙坚持，一边走一边开枪击杀前方丧尸。不过枪声也很快吸引了更多的丧尸前来。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离开这里才是首要的任务。男人带着他跑进了一条巷子，大概前进了10米左右。这里有一个梯子，格伦先行上去。再慢10秒钟，瑞克都会被撕成碎片。好在两人有惊无险地爬到了2楼，他们喘着粗气，这样的经历一次就够了。随后两人开始自我介绍，男人名叫格伦，格伦很快就注意到下面的丧尸竟然开始爬楼梯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向上继续攀爬，可这也太高了一点。格伦幽默地说道：“要是我们死了，好歹也是摔死的。”半小时后，他们通过楼梯来到了另一栋房子楼顶，然后通过天井回到1楼。格伦拿出对讲机说：“带回来一个人和一群丧尸，请求接应。”显然格伦在这里是有团伙。等他们来到1楼的时候，前方有2个丧尸拦住他们的去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里面冲出来2个全副武装的男人，他们径直冲向了丧尸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瑞克和格伦迅速朝着屋内跑去，2个男人紧随其后，关上了房门。刚刚走进来，一个女人就拿枪抵在了瑞克的脑门。他非常的愤怒，嘴里说着：“这个傻叉会害死我们的。”好在其他几个人出来相劝，但女人的情绪明显失控，哭着说：“我们死定了，都是拜你所赐。”瑞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几人没有解释，推着他朝前面走去。男人一边推一边骂，让瑞克行事要低调点。看来每一个大佬都是从小菜鸡成长起来的。几人来到了门口，瑞克也愣住了。原来自己在城里面的行为让丧尸狂暴了，导致这个小队的处境有些堪忧。眼看着玻璃都要碎裂了，甚至有丧尸还会使用石头作为工具，破开这里只是时间问题。瑞克解释道：“我之前在街道上只是想引起直升机的注意。”其他人一听，这完全是扯淡，怎么会有直升机？而且告诉瑞克，难民营都沦陷了，我们靠的只有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枪声响起，女人说了一句：“国粹，肯定是迪克森那个疯子干的，现在开枪只会吸引丧尸的注意力。”随即几人赶紧朝着楼顶跑去。等他们来到楼顶以后，男人立马大骂着让迪克森停下：“你是疯了吗？”他们口中的迪克森身体异常强壮，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话，反而回过身来嬉笑着说：“你们对拿着武器的人说话客气点。”小胖哥坐不住了，跳下来一顿数落，说道：“你这样不仅会吸引来丧尸，还浪费了子弹，能不能为团队多考虑一下？”但迪克森明显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狠角色，两人的火药味一下子就起来了。迪克森直接嘲讽着：“我可不需要黑猪来管我做什么。”这句话一出，两人立马动起手来，但迪克森太强壮了，2下就打得小胖哥连连后退。瑞克想要阻止，都被一拳撂倒，然后又朝着小胖哥拳打脚踢，最终撞倒在钢管上。迪克森继续对他疯狂地踢着，旁边的几人根本劝不住，白衣男子想上去将他拉开，反而被一肘击退。迪克森甚至掏出手枪想直接开枪，这简直就是个疯子。格伦3人根本不敢上前。迪克森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对着几人说道：“那我们就来开个小会，决定谁来当这个老大。我投我自己，你们选谁呢？投我的举手。”几人哪里还敢不同意，只能举起自己的手，生怕被这个疯子所波及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他很满意，继续询问：“现在我说了算，你们谁还有异议？” Yeah. 偷袭他的正是瑞克，随即小腿直接压在他的脸上，这是警察抓罪犯的标准动作，然后把他的右手铐在了水管上。瑞克将他一把提起来，然后说：“现在情况变了，不能搞种族歧视，也没有什么白人优越主义，我们都是末世待宰的羔羊，应该团结一致才能活下去。”原本瑞克想和他讲道理，可这个迪克森一脸的不屑，瑞克也不再客气，枪直接抵在他的脑门上，同样告诉他对拿着枪的人说话不要太嚣张。迪克森还是不害怕，他说：“你是个警察，根本不会开枪的。”瑞克声音低沉地说：“现在是末世，我只想找到我的妻儿，挡着我的人我都会杀掉。”
仿佛感觉到了瑞克的杀意，他才不敢再说什么。也正是因为瑞克的杀伐果断，他明白不能再用以前的处事方式了，所以才能在末世迅速成长起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这个城市。几人来到1楼寻找通道，格伦去下水道查看情况，镜头却被钢筋牢牢焊死。锯开的话，最起码得半天时间，但是现在时间不等人，因为丧尸已经破开了第一道玻璃门。众人只能再次回到楼顶。一番观察过后，瑞克说，像那样的货车，车钥匙一般都会放在车里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开过来，带所有人离开。怎么靠近却成为了难题。一番思索过后，瑞克认为丧尸被气味和声音所吸引，要是把他们的血肉涂抹在身上，应该可以穿过去。说干就干，瑞克拿上手套，然后换好衣服。他们打开后门，将之前的尸体拖了进来。接下来就是对丧尸开膛破肚。瑞克拿过消防栓里面的斧头，霸气地走到尸体旁。几人面面相觑，不敢置信。真的要这么做吗？瑞克拿着斧头就要砸下去，但还是收手了。他也有些不忍心了。调整了一会状态，瑞克这一次真的砸了下去。几人顿时感觉一阵恶心，不敢再看这个画面。格伦双手捂着头，这下估计众人几天都吃不下去食物了。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身上涂满丧尸血，格伦感觉这比被丧尸追杀还难受。瑞克毕竟是警察，心理素质也远超其他人，他准备和格伦两人前去开车。临走前把手铐的钥匙丢给了他们，现在他还做不到把人留在这里等死。随即两人来到了路上，他们手持武器朝着屋外走去，模仿着丧尸的脚步。这个巷子里面只有2个丧尸，如果被发现，他们第一时间会动手。靠近丧尸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看了一眼就当成了同类。格伦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个办法果然奏效。随即两人准备钻过车辆前往大街上，外面的丧尸数量可就太多了，他们不敢大意，只能一点点的往外挪动，最终缓慢地站起身来。其他人见他们出去以后，迅速朝着楼上跑去。看着他们急切的样子，迪克森也害怕起来，生怕他们丢下自己。男人没有理他，只是让小胖哥试图联系大本营寻求支援，他们则快速搜寻瑞克和格伦的身影。可这个时候，天空竟然开始打雷。迪克森询问那个警察是不是把手铐钥匙也带走了。小胖哥没有说话，手里拿出钥匙，高傲地看着他。迪克森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而在另一边城外的营地，女孩艾米表示天色都晚了，他们应该回来了才对。原本格伦他们也是从这里出去寻找物资的。不得不提一句，瑞克的老婆洛丽此刻看着肖恩和卡尔融洽的场景，他感觉到非常的欣慰，这简直就是父子间其乐融融的场景。他和肖恩关系也早就更进一步，该做的事也早已经做了。这个时候电台里传出了声音，老头赶紧接通。小胖哥说，我们有麻烦了，被困在百货公司里面了，外面到处都是丧尸。知道了他们的情况，一些人想出去救援，但却被肖恩制止了。他在这里也充当着领导的角色，不会允许让剩下的成员去冒险。这话一说，立刻遭到了艾米的反驳，他的姐姐也在里面。肖恩也只能告诉他，这就是末世，我们能做的只有保住自己的命。这样的理念别人自然不会理解。而瑞克这边也不知走了多久，丧尸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一员。格伦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方法竟然行得通，刚刚说了2句话，就有一个丧尸盯上了他们，不过也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。但不巧的是，大雨还是来了。这么下去的话，身上的伪装很快就会被冲刷掉。楼上的3人也只能默默祈祷，暴雨赶紧停下吧。几分钟后，他们身边的丧尸也好像闻到了什么气味，开始有所暴动，全都盯着瑞克和格伦。两人也只能敌不动我不动。终于，一个丧尸还是扑了上来，瑞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一斧头就劈了下去。两人只能迅速逃跑。后面的丧尸狂暴起来，他们只能边走边杀出一条道路。很快就来到停放卡车的那个院子，然后将武器丢进去，快速翻过围栏。不过这道铁门肯定坚持不了多久，瑞克留下来开枪掩护。格伦则打开钥匙箱，找到了卡车的钥匙。两人一刻也不敢停留，迅速启动车辆，然后赶紧倒退着。这个时候围栏也抵挡不住了，丧尸大批的冲了进来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先行撤离。在楼上的几人看到他们离开，还以为瑞克丢下他们跑了，祈祷着他们赶紧回来。车子朝着城外的方向开去。副驾驶上的格伦现在快哭了，因为瑞克刚刚给他安排了个任务，就是把身后的那群丧尸引开，然后他就可以去到楼下卷帘门救走同伴。引开的方法就是制造噪音。随后，瑞克敲碎了一辆车的玻璃，顿时防盗警报声响起。瑞克用特殊的方法将车子启动，格伦就这样开着跑车出发了。他负责去吸引丧尸，然后他用对讲机联系在楼顶的伙伴，让他们赶紧去卷帘门那里等待。几人也不再磨蹭，快速朝着楼下转移。迪克森慌了，大喊着各位不要丢下他。几人对他的呼喊充耳不闻，可胖子跑到最后还是有些不忍心，他的内心在做着挣扎。迪克森又在一旁道德绑架他。小胖哥只好回头准备给他解开，但是在下楼的时候，悲剧发生了，钥匙竟然脱手而去，好巧不巧的正中下水道口。
迪克森直接破口大骂，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小胖哥说了一句对不起，然后迅速离开这里，只留下迪克森歇斯底里的吼叫。小胖哥还是有一些愧疚，回头把屋顶的门上锁，这样丧尸就上不去。其他人已经来到了卷帘门处，他们随时准备着，只要车子到来，他们就迅速打开。与此同时，格伦开着跑车在街道中穿梭，丧尸的注意力成功被吸引，怕他们跑得太慢，他还故意停下来等待，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始倒车。这一系列操作不能失误半点，否则结局就会相当凄惨。胖子也跑到了1楼，丧尸也已经破门而入了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好在这个时候，瑞克已经开车来到，直接把货仓对准了门口。小胖跑过来，喊着赶紧走，丧尸从后面追来了。瑞克也在外面敲着门，听到信号的几人赶紧将门拉开，然后朝着车子上爬去。2楼顶的迪克森根本挣脱不了手铐，大声地诅咒着小胖哥下地狱。货车这个时候也朝着城外开去。瑞克看了一眼后面的成员，也发现了迪克森没有来。小胖自责地说自己把钥匙弄丢了，几人也默契的没有说话。那样的恶人也没人替他说话。格伦却彻底的放飞了自我，他可从来没开过跑车呢。在楼顶的迪克森越来越慌张了，因为丧尸已经到了门口，要不是小胖把门锁住，他已经领了盒饭。可这该死的手铐根本就挣脱不开。最后他却看到了远处的锯子，只能用皮带试图将它勾过来，能不能逃生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营地这边已经发现了跑车，警报器还一直在叫着，最后还是肖恩扯掉了一根线才停止下来。格伦告诉众人，大家都活着，而且马上就到了。刚说完，货车就开了进来，他们第一时间和自己的亲人拥抱在一起。这一趟可谓是死里逃生。看着别人一家团聚的模样，卡尔又在想爸爸。肖恩询问，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格伦说，有个新来的帮助了我们。瑞克也走下车来，格伦还在一边介绍他也是个警察。肖恩看到以后惊呆了，瑞克更加的不敢置信。洛丽和卡尔也转过头去，那竟然是爸爸。瑞克激动的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真是老天保佑。卡尔哭着冲了上去。就这样，一家3口拥抱在了一起，大家都在感叹命运的神奇，只有肖恩感到一丝尴尬。瑞克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也是勉强挤出了些笑容。晚上，众人围坐在火堆旁，瑞克说了这段时间的遭遇，他也表达了对肖恩的感激。随即，他们也提到了迪克森。迪克森还有一个弟弟达里尔，现在出去打猎了。瑞克把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，他明天会跟达里尔说的。这一夜，瑞克和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这让他感觉到无比的舒心。但肖恩却坐在车顶，彻夜难眠。瑞克一觉醒来，他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心了。走出来一看，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。他找到了妻子，说着话。可这个时候，树林里传出了儿子的尖叫声。团队里的战斗力赶紧拿着武器冲了进去。好在孩子没事儿，进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只丧尸在啃食一头鹿。几人也不废话，立马动手开始捶打丧尸，直到老头砍下他的头颅，才没有了反应。几人很疑惑，为什么丧尸跑到了深山老林？难不成城市已经没有吃的了吗？这个时候，树林里面又传出了声响，几人立马戒备起来，但出来的却是一个手拿弩箭的男人。他一出场就在骂着脏话。这只丧尸把他辛苦打到的鹿给污染了，然后还上去踢了丧尸几脚。很明显，这个男人的性格也是一个炸毛类型的。他提议把丧尸咬到的地方切开，剩下的应该可以食用。但在场的众人表示不愿意尝试，万一也被传染丧尸病毒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只知道被丧尸咬到会感染，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途径。丧尸的头颅又开始动了起来。Oh God！ 达里尔只好补了一箭，然后嘲讽众人杀丧尸要破坏头颅，这都不知道吗？瑞克看着眼前这个小伙，毫无疑问是一个真正的刺头。